但是如果有人给我钱的话，我都不管，就是有钱就好了。你怎么这么不注重礼节？你也太不要面子了吧？嗯，钱比面子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，Come on！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这里是说中文播客。华东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大鹏。早上好。晚上好。嗯，我们这周还继续说韩国，好吧？好，对，我记得上次你卖关子，你说这次你会谈的是还嗯是和韩国的年龄有关的话题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这么讲了啊。嗯。我卖的关子我都忘了，谢谢你帮我记着。好，那我就继续来说吧。嗯，华东，你来韩国的时候有去过这里的商场呀、免税店呀，或者是酒店这些地方吗？我记得我去韩国的时候，有一些中国的朋友，哦，让我买韩国的化妆品。对，因嗯为因为好像在韩国质量更好，或者什么税少一点什么嗯，的，更便宜一些吧。更便宜一些，嗯所以我帮他们买了一下，然后嗯我发现的是有很多中国的顾客 嗯，都去，然后服务员也会说中文。哦，对嗯对对。因为中国的顾客太多了，所以在这嗯边的免税店，如果想要在免税店工作的话，必须要会讲中文啦、英文啦，或者是日语啦，其中一个嗯吧，最少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在这边的一种礼节，就是嗯在韩国，韩国人和别人打招呼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要向别人一边鞠躬，一边向别人问好的。它是一个最基本，也是一个最简单，也是一嗯。个不可或缺的礼节。你可以说一下鞠躬是什么意思吗？弯腰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对，就是把你的头低下来，然后把腰弯下来，向别嗯，人问好，表示对别人的尊敬。好像在日本也有这种情况，就是打招呼的时候会鞠躬。对，我在日本2个星期，然后嗯，我回到了中国，有几天我继续这样这样的。继续鞠躬。对，已经变成了习惯跟别人鞠躬。哎，那有没有人觉得你看起来有点奇怪？有可能吧。有可哎，其实，这个礼节，这个习惯就是在韩国和日本比较流行。那在嗯美国和中国，我想，不太嗯有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对，没有反正在美国，没有。嗯，嗯，那美国人和别人打招呼的时候都要遵守什么礼节呢？好像不是很复杂的，就是嗯就是打招呼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嗯好，怎么样？那如果是和比你年纪大很多的老爷爷，或者是和你的教授和你公司的老板打招呼，也可以这样吗？也可以。太好了。嗯，我还记得我刚来韩国的时候，刚开始学习韩语嘛，然嗯后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们，韩国是礼仪之邦。华东，你听说过“礼仪之邦”这个表达嗯，没有？没有没有，礼仪你知道是什么吧？就是礼貌的礼。对，仪式的嗯。仪。中文里有很多“仪”，我不确定是哪个“仪”。嗯，不是阿姨的“姨”。不是啊，也是我们要举办婚礼，婚礼要有仪式，对不对？知道了。嗯礼仪用英文讲应该是 etiquette，但是礼貌还不太一样了。礼貌的嗯话应该是 courtesy，
嗯，是不一样的。我说的对吗？对对，差不多了。就是我的老师跟我说，韩国是礼仪之邦。礼仪嗯，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，邦就是国家的意思，在古代我们叫像邦国。或者苏联邦，对对对对。嗯所以呢，礼仪之邦的意思就是说很注重礼节、很注重礼仪的这样的国家。韩国就是嗯，这样一个国家了。假设华东我要给你一个东西，好，然后呢，谢谢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？我喜欢好吃的东西。对了，假设我要给你好吃的，我是服嗯务员，我要给你好吃的，对吧？我嗯，必须用双手把好吃的放在你的面前，哦，用一个手是不可以的。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给长辈东西，给陌生人东西，一般情况嗯都是要遵守这个礼节的，用双手。嗯，美国怎么样？大家会用双手吗？如果很沉的话，会用双手，但是礼貌的规则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嗯，如果不是很沉的东西，你可以随哦，便用一嗯，手、一只手单手，一只手、单手，对，可以单嗯，手给人东西。另一只手可以插在你的口袋里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哎哎，说到这个礼节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嗯很多年以前，就是我有几个好朋友来韩国旅行嗯当然他们都是中国人了。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韩国嘛，所以对韩国的礼节和礼仪完全不懂。嗯然后他们来的第一天，我陪他们一起去商场购物。嗯当时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结账的时候，就直接把钱丢在了那个服务员的桌子上边。嗯，服务员和我都特别尴尬，看到他这样做。哦，不能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因为有礼节嘛，你要双手给他钱，然后他要双手接过来。诶，但是如果有人给我钱的话，我都不管，就是有钱就好了。你怎么这么不注重礼节？你也太不要面子了吧？嗯，钱比面子重要。但是在韩国，钱也很重要，面子也很重要，礼节也很重要，都得要，缺一个都不行了。嗯当时就是这个服务员我看到服务员的脸色有点儿不太对，有点不太，嗯有点很尴尬，有点很惊讶，所以嗯我马上就对他做出解释。我跟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朋友，是第一次来韩国，他不知道韩国有这些礼节啊，请你不要介意，对不起啦。”嗯后来我的那个朋友还问我：“哎，你们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”嗯我跟他说：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在这边儿呢，就是不能像在中国一样，就是嗯给对方钱的时候呢，要恭敬一些，要用双手。哎，嗯这是韩国的礼节。嗯，听众大家现在都是韩国的专家了。韩国专场。我觉得大家都讲礼节，都遵守礼仪，都互相尊嗯重，都讲礼貌，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。嗯我觉得在这方面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向韩国人和日本人学习一下，我嗯会努力的。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韩国的礼节就都是好的吗？就没有问题吗？有没有不好的影响呢？会不会有弊端和缺点呢？下期我们接着说。我知道你会说一下，又卖关子了。下期我要换一个套路。嗯好，韩国的话题今天就说到这儿。那华东你呢？你要给我们说些什么？好，有些人比较直接，就是说，脑子里的话会直接去表达。对，去表达，就是想什么就直接说一下。对，我们说这样的人很直，说话很直。说话很直，对。嗯然后
有一些人反嗯而就是说话之前会想一想，哦，这句话会让别人不舒服吗？不开心吗？或者是这句话会让人丢脸什么的，嗯，就是不会直接说。就是顾虑会比较多一嗯些，会想的多一嗯些，对吧？对。当然，每嗯个国家都有两种人，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很直的人，很直的人，然后不直的人。嗯就是当嗯然各种人都有，但是嗯可能有一些国家的嗯，直接的怎么讲，直接的比率比较呃多是吗？比率对直接的比率比较多。嗯那你猜一猜，你觉得，呃，你觉得美国和嗯，中国比较的话，哪个地方直接的比率多呢？你觉得？有这样的统计吗？不知道怎么算。我觉得以前我觉得美国人说话比较直接，嗯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、比较婉转，嗯没有那么更直接。但是最近我的看法有一些发生了改变，嗯我觉得有时候，美国人也会比较婉转，或者是比嗯较不直接的表达。比如，嗯你上次跟我说，在美国大家问好就是你好吗？或者你怎么嗯样？今天过怎么样？那不论嗯你好还是不好，你都要说好，对不嗯，对？对，嗯。就是打招呼，不是真的问你怎么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如果你很直接的回答，我今天心情很糟，那对，会让人觉得，哎，这个人嗯，不友好的。我也觉得很难回答。然后哦，我那我你为什么我我，找这个话题？哎，因为我发现，嗯，看是什么方面，就是有些方面美国人比较直接，然后有另一些方面中国人更直接。就是我不能说一个国家全面嗯，是更直接的，就是看看什么情况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中国人会说，就是你身上的变化，就是哦，你瘦了，你胖了，就是你脸上有痘痘什么的。嗯，就是这方面我觉得，美国人会比较嗯，怎么说比较。因为有很多人对自己的体重或者脸上的东西有一些不自信。嗯，啊、说话的时候小心一些，或说话对会小心一些，不会直接说这些方面。嗯，你胖了，或者你脸上有痘痘什么的。哎，但是中国人会说吧，哎，你看你嗯最近又胖了，你看你最嗯近又瘦了，你嗯你的这个发型，哎呀，太难看了，都会这么说，你在哪儿剪的？头发怎么了？啊，那么相反，就是美国比较直接的方面，我觉得拒绝人，就是哦，好像中国人很怕拒嗯，绝人，就是不喜欢拒绝别人的请求什么的。就是嗯，我让你为我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嗯，你不想做这件事情。你不会直接跟我说啊，我不要。哦，很难为情了，很不好意嗯思了，很嗯怎么讲，很爱面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爱面子，然后嗯，对，因为美国人不是那么爱面子的，就会比较直接拒绝人，我觉得。嗯，no。嗯，Nope, no, I don't want to do that，我不嗯，要。嗯，嗯你说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爸，我爸就是一个特别不会拒绝人的人，嗯只要有朋友找他帮忙，或者找他办一些什么事情，但嗯是他也有一些为难，他也不嗯是特别容易。
但是他也会说啊，好好好，那我先试一试。但是他回到家里就会跟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件事该怎么办？我太难了。我说难，你可以拒绝他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呀，这太难为情了。所以他又会找别人去帮忙，找一些别的办法。这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。对。然后我在中国的时候也遇到了，就是当时我想追一个女孩。这段故事让你的妻子听到没关系吗？没关系了，因为和她没有成功。我觉得一个大的理由是，我没有听懂她拒绝的方式。就是他比较委婉拒绝。比如说我说，哎，我们去做什么东西，我们见面一下。然后他说，改天吧。他说改天，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可能今天有点忙，所以我们另一天去。所以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好，那改天是什么天？改天是哪一天？什么时候？改天是什么时候？他怎么回答的？他应该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所以就不回答了，这样消失了。他心里还在想，哎呀，这个美国人怎么听不懂我讲什么呢？他怎么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你还在等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呢？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好日子，打扮的帅一点去和他约会呢？对，对。好，还有吗？那可能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政治。你说的对。我觉得中国人会比较小心说政治的问题。对。这个话题要不要切掉？应该要切掉了。要切掉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话题真的发自内心的非常喜欢这期的话题。华东，你也越来越像一个博主了。你越来越棒了。经验越来越多。希望你2022年会做得更好。谢谢。好，那就是也欢迎大家想和我们聊天的就发邮件给我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，没有什么难的了，好吧？那我们这期就说到这儿，怎么样？好，谢谢大家收听到最后，下一期再见。好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2022年快要到了，你想把自己的新年愿望分享给我们吗？你想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吗？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，然后录下自己的声音，再把这段录音发送到 chinese9339@gmail.com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你的祝福了。告诉我们你来自哪里，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新年愿望。对了，别忘了再用中文和你的母语，用这2种语言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说不定你可以在2022年的说中文播客里听到自己的声音。快行动起来吧！